墨轩，你看这位李师长虽有些蛮野之气，但也像个血性之人。他已经在外面站了好几个钟头，长久了他的伤会复发的，我们也不好交代呀。你再看看女儿，她什么时候像今天这样通情达理、嘘寒问暖的？这2年她已经长大了，你想把她再装回到瓶子里，恐怕也不行了。那你还做它干啥？还不把它拉回来？要拉你得去拉呀，拉一个也不成啊，人家现在是一对儿。哎，我看呀，生米已经煮成熟饭。他俩敢大老远来，绝不指着你同意与否。你没看报纸上的照片吗？这只不过是解放军的待命传统。宁肯睡马路，也绝不惊扰地方。也罢，看起来他们俩还真不是一时的冲动啊！我田墨轩要是再不同意啊，就整恶人了。行了行了，李师长啊，别在那儿站着了，进屋吧。一家人有什么不好商议的呢？太好了，他们同意了，同意了。好了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大家都散了吧，让新郎新娘早点休息吧。好，早点休息吧。再见，王姐。再见再见。好。我这一皱眉，他们都得走人。谁不知道我李云龙啊？啊，没人敢闹我的洞房。这门一关，可就剩下咱们2个人了。啊，哎呀，你要是再想后悔，行了，别苦着脸了，黄河离这儿还远着呢。人都走了，让我喊你声夫君好吗？你只管放开喉咙喊，爱叫我什么就叫我什么，反正你是我的人了。还没有吧？怎么，还有什么要求？哎呀，放开我，我还没准备好呢。我有样东西要送给你。什么东西？你把这军装脱了，别老让我觉得你是个首长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不穿了。这样看上去就好多了。来，乖，帮我研磨。好。这回我可知道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情调了啊！新婚之夜还舞文弄墨的，你还真把我当成了酸秀才了。谁让你喜欢小资产阶级的？你这个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娶个粗手大脚的农村姑娘？不许发牢骚！听我说，元代江南啊有个大才子，叫做赵孟俯。他呢是继苏东坡之后，在诗文书画上无所不能的全才。
他有个妻子啊，叫做管道生，也是个才女，善于画竹。张孟俯啊，在50岁的时候，喜欢上了年轻漂亮的女孩子，想效仿当时的名士纳妾，可又不好向妻子明说。文人啊，总有文人的办法。他呢，写了首曲子，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纳妾的想法。他妻子看了之后呢，回了他一首《我侬词》。张孟俯一看啊，立马取消了纳妾的念头。此后成为佳话。我现在就把这首《我侬词》写下来送给你。你侬我侬，忒煞多情，情多处，热似火。把一块泥碾一个你，塑一个我，将咱们两个一起打破。用水调和，再捏一个你，再塑一个我。我泥中有你，你泥中有我，与你生同一个情，死同一个果。哎呀，这词听着怪怪的，有点绕啊。老赵教过我不少诗词，可是他没教过我这个。傻瓜，老赵哪能教你这些？这是妻子写给丈夫的。我明白了。这意思就是说呀，咱们俩是用泥捏在一块儿的啊，就好比咱们两个人的血流在一起，是不是？是，我中有你，你中有我，这是咱们爱情的誓言。我希望咱们两个谁也不要背叛谁。哎呀，小田啊，我要把这首诗裱起来，将来咱们有了房子，我要挂在家里的墙上啊，让我的那些老战友啊看着都眼热。看你，我又不是你的战利品，这是我跟你说的悄悄话，可不许你满世界宣扬。哎，小田啊，天晚了，咱们俩是不是也该睡了啊？老李，把灯关了吧，我有点害怕。小田儿，老李，军总，海军的季舰长又来电话催促您登舰，再不走怕是来不及了。您看是不是？好吧，幕布已经落下，一切都该结束了，我们也该走了。李公兄，好好的。
1949年11月17日，楚云飞率残部撤离大陆，登上青云号护卫舰，向台湾驶去。登舰前，他只带走了一捧祖国的泥土。1950年年底，李云龙伤愈归队，被任命为 C 军代理军长。同年，朝鲜战争爆发，李云龙多次请求率兵赴朝，未被批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按照先前的分工，我来做总指挥。小崔，你把19兵团目前的位置给我标出来。代理军长，我能不能做一回美第8集团军？老让我在临津江南岸转悠，没劲透了。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把我惹急了，我让你去做李承晚。快，把19兵团的位置给我标出来。小崔，你也真是，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跟这破沙盘搅什么劲儿？咱也就是陪代理军长过过瘾，不是吗？说什么呢？啊！我说你们一个个打不起精神来，原来是在陪太子读书呢。这倒也不是，代理军长，既然金门和台湾不打了，您能不能跟军区要求要求，把咱们军也拉到朝鲜去，真刀真枪的，省得咱们在家里纸上谈兵，也把您憋坏了不是？闭嘴！我让你多嘴啊！给老子滚！我培养你们前途，你们还不识相，都走吧。老李啊，你最近的火气很大嘛？你说，凭什么孔杰那小子就能带着一个军打过了3、8线啊？我老李比他差在哪儿了？怎么不差？我看差远了。我是说你老李的勇气差远了。倒也是。自打我负了伤，一步赶不上，步步赶不上啊！便宜了孔杰那小子。田宇，你穿上军装可真漂亮。我正在想象那些单身的解放军首长见到你该是什么样的目光。白露，你对解放军首长很好奇吗？这好办，你也来参军吧。到时候啊，你就能体验到解放军首长看你的目光了。我喜欢解放军，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上海，那天枪炮声响了一夜，第二天我出门差一点被绊倒，再一看街道上躺满了解放军，他们就在街道上宿营，却不愿意打扰市民，这样的军队真是少见。就冲这一点就赢得了我的尊重。我想，解放军的士兵尚且如此，那他们的将领恐怕会更有人格魅力了。哎，真的是很有趣，幸福的人是一望而知的。田宇，你比以前更漂亮了。我想你看中男人一定不会差，只是没想到会是个将军。不过，这也符合尼采的论断：天才的哲学与美丽的女子一样，是绝不会委身于一个精神灿弱的男人的。我说对不对啊？哎，那个男人是不是很强壮啊？讨厌冯楠，你可还是个姑娘呢，别想套我的话。我知道，那是军事秘密。田宇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人有了宝贝就应该藏在家里，而不要拿到外面去炫耀。原因很简单，如果他真是个宝贝的话，那么人人都会喜欢，
你呀，真是个傻丫头。白露，你可真是个小气鬼，有了宝贝就藏起来。我可不像你，我要把宝贝放在博物馆里，让所有喜欢的人都来参观。那可太危险了，你就不怕别人抢你的宝贝？是我的，永远是我的；不是我的，得到了也会失去。漂亮女人永远是自信的。咱们田雨征服了一个杀人如麻的将军。哎，为什么要用“杀人如麻”这个词呢？等你见了他们，你就不会有这样的联想了。实在是些平平常常的男人，却有着许多传奇的经历。我所爱的正是这种传奇中的普通人。看来你是决心要把自己的幸福传达给每一个人了。这有什么不好吗？两个人分担痛苦，只有一半的痛苦；两个人分享快乐，却有双倍的快乐。你看着我不快乐吗？我为你高兴，田雨。我只是在想，当你和那个将军把战争中的浪漫都谈完了，你们还会谈什么？战争终究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历史遗迹的。你只要告诉我，接着往下，你们还会谈些什么？你不了解他，他聪明极了，爱琢磨事儿。有一次啊，我们医院的电灯坏了，电工怎么也修不好，硬给他给捯饬亮了。不错，将来你家电灯坏了，有人给修了。瞧你这样刻薄的嘴！我告诉你，我已经看好一个人能够治你，人家学历可一点不比你差。你是金陵女大，人家可是北平燕京的。你饶了我吧！你想把天下女子都送给解放军啊？田雨，你可有点偏心眼儿。那我呢？我们白露的眼界啊实在太高了，我实在不知道解放军里有没有符合他标准的。报告代理军长，一架蒋军侦察机，高度4000，方位182，正由南向北飞行。他也就是欺负咱们，把高射炮全都调到朝鲜去了。您听，警报解除了。代理军长，您看谁来了？老李，小田儿，哎，你们都直目瞪眼的干什么？啊，有本事自己也娶一个去。你们是不是该回避回避了？总不能看着我们两口子在一起亲热吧？好了，大家别笑了，都走吧，啊，走吧。老李啊，你就伤天害理吧，傻了吧唧都快40多岁的人了，弄起这么个水锤似的小媳妇儿，你也不怕把人家压坏了？好，小田儿，你说为什么不写信？你这没良心的家伙！写什么呀？你让我写什么啊？来，你想听什么？我给你写。哎，老李，你这干什么？哎呀，这是在什么地方？让人看见像什么样子啊？这是我的军部，这就是我的家，谁也管不着我自己和自己的老婆亲热。首长回来了啊，小陈啊，有时间把这地翻一下，种点南瓜、豆角、小青菜什么的，以后就省得到军部的小食堂去弄菜了。嫂子说了，让俺再移些三角梅来，那边再种些紫藤，这块搭个葡萄架。俺正犯愁呢，咱不会弄啊，得把军部的花匠请过来指导指导才行。你就按他的吩咐做吧。不过军部的花匠咱不能请，人家有自己的工作。到军长家来算怎么回事啊？啊？是。得，这下咱又得当花匠。小田啊，上午我到前沿的连队去跑了跑，跑得我这脚啊钻心的痒。去，给我弄盆热水，我洗洗脚。
愣什么神儿啊？都看了3天了，还没看够啊？老李啊，你说这原来的房主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怎么他们也喜欢这样的画？什么人？资产阶级。哎，我就不知道这洋画好在哪儿了，什么内容都没有。哎呀，这不就是些草地和树林子吗？咱们农村哪儿没有草地和树林子？要不我说资产阶级腐朽呢，一点都不假。老李，你不懂画就不要瞎评论，这跟你打仗可是2回事儿。这画好在哪儿了？啊？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啊？要我说呀，资产阶级啊，就是假斯文，要不然咱们这一打，他怎么跑到台湾去了？把这些假斯文都当成垃圾留在这儿了，你还当成了宝贝了。哎，斯文这东西假得很呐。当年打土豪，你别管他平时懂多少八股，只要把大刀往脖子上一架，你看他还肯不肯背诗了？一个个的准拉稀。小田啊，给我弄点热水，我洗洗脚啊。亲爱的冯楠，原不想这么快给你写信，但这2天心绪很乱，我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，就觉得原先心里的那幅画，其实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美丽。小陈啊，把这玩意儿搬出去，占地方不说，咱一个当兵打仗。要这干啥啊？当桌子又嫌矮，当椅子又嫌高，扔哪去？到大街上去？随便，愿意交工就交工。你要是不愿意搬啊，就把它劈了，当柴火烧了也行。这劈了多可惜啊！这东西好贵呢。老李，我喜欢这钢琴，咱们留下它好不好？你会弹吗？我可以学啊。学？那人家还不说我李云龙在家乱弹琴啊？好，你愿意留下就留下吧，去吧。那幅画呢？扔了。我喜欢这画，你怎么不征求下我的意见就扔了呢？毕竟我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吧。小田啊，我要批评你了，你这个思想啊，有点不对味儿。你看看你喜欢这些东西啊，又是钢琴，又是油画，这哪样是咱们劳动人民喜欢的？你少扣帽子！谁规定劳动人民就不能喜欢油画，不能喜欢钢琴了？这是文化，劳动人民也要掌握文化。谁像你呀，自己没文化，还不许别人有文化。我小的时候是个穷孩子，因为家里穷才上不起学。就这点文化，我还是在部队学的。咱是个泥腿子，是没文化。就因为穷，咱才革命，才造反。共产党的天下，就是靠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泥腿子打下来的。国民党的将军有文化，又是上大学，又是到外国留学，管个屁用！还是不是被我们这些泥腿子赶到台湾去了？嫌老子没文化，早干什么了？不愿意给泥腿子当老婆就滚！
首长，您消消气儿，嫂子她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少管闲事儿，这是原则问题，要是不及时纠正，我们家里还不出个反革命啊！崔参谋，有，今天晚上不用你值班了，去吧。是。哎，小陈，代理军长不是有家了吗？有家也不能忘长辈啊。算了吧，蒙谁呢？一准是让老婆撵出来了。老夫少妻的这种事儿断不了。我说崔参谋，你好歹也是个干部，怎么能随便编造首长的谣言呢？说什么呢？首长，崔参谋说是不是在给您加床被子？他怕您冻着。不用了，小崔啊，3点钟叫醒我，咱们到2师的营地去看一下。是。小陈，谢谢了，改天我请你吃阳春面。哎，阳春面就算了。哎，崔参谋，听说你们作战处刚到了一批苏制的指北针。我的天哪，小陈儿，你的胃口可真不小。嘿嘿。粗暴、蛮横、缺乏教养，原先掩盖了的本来面目，终于暴露了。婚姻果然成了爱情的坟墓。风南，我并不苛求他要像一个艺术家，但他至少应该懂得尊重别人，除了尊重他的身体，还有他的精神志趣。如果没有这些彼此的尊重跟理解，我宁肯不要这婚姻、这房子和房子里的一切。看来你老李也是个当兵的命，赚了一晚上小伙儿是不？带部队嘛，手上总得有把鞭子才行啊。哎，你们没吵架吧？都说新婚不如远别。谁说我们吵架了？谁说的？啊？嘿嘿，两口子磕磕绊绊，吵上2句是难免的，过去就完了。哎，你没有欺负人家吧？哎呀，欺负谈不上，整顿倒是有的。老田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一个部队里啊，得有一个1号首长，一个班得有一个班长，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啊，得有一个人说了算，啊，得有主次之分啊。嘿嘿，老婆就得听丈夫的，女人就得听男人的，不能乱，乱了就出问题了。我说怎么搞的？刚刚缝了房子就散了伙，一个住进了办公室，一个住进了医院集体宿舍。啊，老李啊，你得给咱们点信心啊！什么信心呢？什么信心？咱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相结合的信心啊！啊！哎，田雨啊，恭喜你怀孕了！哎，要做母亲了，这个是好事儿，你怎么不高兴啊？喂，我是田宝华。什么？代理军长的家属？哎，你说。肯定是小田的医院领导。要是调解我们家里事儿的，这个电话我不接。你还非接不行，是医院打来的，您夫人有喜了。
手脚麻利点，快！你先进去，火力侦查，看看我合不合适进去。快！嫂子，嫂子，您别生气，嫂子。得了，今天晚上我又得睡作战室了。走。报告，进来。参谋长，上级给我们补充的新兵已经到了。老李啊，打算让谁负责新兵训练？把3团的参谋长段鹏给我叫来。是。老李啊，段鹏恐怕来不了了。上级政治部刚刚下了一次通报。怎么回事？生活作风问题，记大过处分，专业回乡。人走了吗？就这2天吧。段鹏找过我也无能为力。上级政治部没法通融。干嘛兴师动众的？啊，生活上犯了点错误，这是难免的。男人嘛，常常管不住自己，干点出格的事儿，改了不就完了吗？干嘛要毁了人家的前程啊？这个决定作废，我来处理，让他们别管了。老李啊，你也搞清楚，是上级政治部的决定，不是咱军政治部的决定。伙计，你也要搞清楚，段鹏是 C 军的干部，我是 C 军的代理军长，这事儿我说了算。我辜负了党和首长对我多年的培养，没能好好改造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。你扯那么远干什么？什么党的培养资产阶级思想，跟这有什么关系啊？干脆说吧，你就是一时没管住自己裤裆里那玩意儿，是不是？是。一时没管住，关于资产阶级什么事儿啊？那你说以后能不能管住？以后再也不敢犯了。好，这次就算过去了。以后你再管不住，我就把你裤裆这玩意儿剁下来喂狗，让你一辈子不犯这错误，听见没有？谢谢首长，谢谢首长。回去吧。等等，现在和平了，条例修改了，我看你就把那姑娘娶了吧。我见了那姑娘，你小子眼睛挺贼呀！我跟政治部说好了，你赶紧补办个手续吧，啊，就用不着成天管着那东西了，要不然是个男人就有可能犯错误。去吧，把乱子给我收拾好了，好好的给我训练新兵。首长。你的老头真棒，这不讲大道理的高级首长，我头一次听说，真羡慕你，找了个心眼这么好的丈夫。你也别奢求太高了，还是多想想自己丈夫的优点。这世上哪有那么完美的人呢？哎，你要是放不下架子，我替你给他打电话。这孩子都怀上了，还闹什么闹？你要真跟咱军长离婚，我看你小田得罪人可就大了去了。咱们军几万官兵呢，得顾大局。你们家老李威信太高了，还是我自己打吧。这才对，解铃仍须系铃人。小田儿，小田儿，你怎么弄成这样？我到下边的部队去转了转，没仗打了，我怕他们闲出毛病来。我看是你快闲出病来了。哎呀，我能坐在床上向你汇报吗？瞧你脏成那样，快去洗洗。哎，好。啊。
哎呀，说好了，可不许乱动。哎呀，李云龙这小子真是不怎么地呀！啊，都快当爹了不是吗？啊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多好的老婆呀！又给你做饭，又给你钉扣子，还给你生儿子。可是他还是不知足，这号人啊，就是该……啊，这号人就不该有老婆，做个单身汉多好啊，还没人跟你吵架呢。老婆，我检讨，前些日子我对你发火了，是不是？好像还骂人了。哎呀，我该死啊！我不应该呀，我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？前些日子我心情不好，当然了，这也不能全怪我，要怪得怪美帝国主义。谁让他们在朝鲜打仗了？啊，仗打起来了还不让我去？哎，孔杰那小子凭什么让他带一个军上去？这太不公平了。我呀都要求了几次了，可是每次都挨批评，所以嘛，我的心情就不好。当然了，这是客观因素，主观因素还在我的身上啊！我要深刻的检讨，不能拉客观，也不能把责任都推到美帝国主义和孔杰的身上。我的错误我改，你千万别生气啊！为我气坏了身子不值得，对咱儿子也不好。连我都不知道，你怎么一口咬定是儿子？当然是儿子了，肯定是儿子，怎么会不是儿子呢？你看你笑了，我的检讨你通过了啊！哎呀，谢谢谢谢，以后看行动啊！哎呀，老婆呀，我可是真想你呀！好了好了，今天肯定不会做难事了。你再等等嘛，反正我现在也不便进去，你再陪陪我嘛。这给谁写的信？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你干嘛？啊，冯楠，来来来来，让我欣赏欣赏。我知道，你肯定是告我的状。你向人家诉什么苦啊？啊，咱们俩的事儿，别连累人老赵。你不是说了吗？要把冯楠啊介绍给老赵。你这一诉苦啊，我倒没什么啊，那不把人家都吓跑了吗？人家还以为解放军都跟我一样呢。这不是对不起老赵吗？凭什么好女人都要嫁给你牢里的狐朋狗友？哎，你那女同学长得漂亮吗？你问这干嘛？漂不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你想差了。咱老李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吗？啊，我是说呀，上次我给老赵通电话的时候，把冯楠说的跟天仙似的。要是将来人老赵一见不是那么回事儿，还不说我吹牛啊？那也活该，谁让你没见着人就先吹牛了？你们男人为什么不注重人品，先关心相貌呢？哎呀，是啊是啊，这个男人啊，有的时候就是有点没出息。可是咱老赵，那的确是个人物啊，正牌大学生，能文能武。你别看是个小白脸儿，打起仗来可不是孬种啊。当年山本特工队偷袭八路军总部，要不是老赵带着2、3营拼死保护，那现在咱志愿军的总司令恐怕就是别人了。老赵是条汉子，没说他。就说现在吧，啊，你打听打听，军一级的干部里有几个像老赵那样又能打仗又有学问的？哎，就算你把咱们4大野战军的军级干部通通的过遍筛子，我也敢说找不出几个像老赵这样的人来。你说，给老赵介绍对象能委屈了他吗？啊？也就是咱老李命好啊，挨了一炮没死，还捡了个媳妇儿。要是让老赵先遇见你，那没准就没咱老李什么事儿了。去你的！好像我扔在大街上没人要，谁先捡着就是谁的。
老李，你这重男轻女的思想什么时候能够改改？我不重视你吗？啊？你以为我愿意睡在作战室啊？还不是得看你的脸色。傻样，我什么脸色？就你现在这脸色。哎呦，对了，哎呀，我不能动啊，我还是下床吧。咱这方面意志力薄弱呀。是我是医生还是你是医生啊？真行啊，你不是怀了吗？傻样。那我关灯了。